在美国买房子要小心周围社区7个危险的信号。正打算买新房子吗？当找到自己心仪的房子的时候，然后讨价还价以及咨询贷款之后，决定买它了。不过专家们建议说，在最终决定搬住这个新的社区之前，最好小心查看一下周围社区是否存在这7个危险的信号。在你掏钱出来买房子之前，先看一下周围的环境，这在购房的时候也是很适用的。掏钱买房子之前，先看看周围的邻居吧。当你在购买房地产时强调位置、位置还是位置，是有原因的。你可以改建你的房子，但是你不能换掉你的邻居。如果你的街区并非正在走下坡路，那么当你的将来决定卖掉房子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。当然，一个糟糕的社区并不总是一眼就能被看出来的。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些调查，以确定这个社区的房子是否值得购买。幸运的是，福克斯新闻网已经汇总了7个危险的信号，在你购买房屋合同后面的虚线上签名之前，你应该小心地查看一下。危险信号1：社区里有太多的房子出售，在同一条街上有2、3所房屋挂牌出售，并没有什么不对头的。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社区里面有一大堆出售的标志的时候，你就要最好考虑去其他地方。一直在帮助购房家庭找到理想的社区。出现这种现象，表明了市场流动性不足和定价的压力，这对买家来说是一种风险。当然，这个特殊信号还取决于那些出示标志出现的原因。也许这个社区的房价正在迅速的上涨，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决定借机出售，大赚一笔，或者也可能有一个更险恶的解释，不如该地区犯罪率的上升。经纪人可以在你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，帮助你评估一下情况的。危险信号2：学校招收的学生是越来越少，健康社区的学校的入学人数应该是在稳步的增加的，或者在设有增长空间的情况下，至少保持人数的稳定。学校里班级规模的缩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入学人数的减少的原因很有可能很多的原因。你们当地的学校可能因为管理不善而名声狼藉，导致家长们选择逃离到特许学校或者是私立学校。或许有很多原因是住在这里的人，他们的孩子长大后还一直待在这个社区，这会导致你的邻居们年纪都偏大，你的孩子能找到亲密伙伴的机会也在变少。虽然这可能并非放弃购房的决定性因素，但是它肯定是值得考虑的问题。危险信号3：这个地区的工业化附近有一排可爱的精品商店，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卖点。但是如果邻居的商业区正倾向于工业化，那么就应该慎重考虑购买。要注意任何形式的商业区的影响，比如加油站的设立，或者是任何可能对健康不利的事情。任何建在工厂厂房附近的房屋都应该自动被排除在外的。此外，如果是住房在汽车的经销商或者是汽车修理店的对面，购买之前也要慎重的考虑，因为这些地方会有大量的车辆的来往。危险的信号4：就是有很多空店面，不仅要停留在对精品店和加油站的数量的统计上，附近商店是真的在蓬勃发展，还是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可供出租的零售的商铺。如果说空的店面可以告诉你很多信息，
它们显示与过去相比，这个社区的居民现在可支配的收入有所减少。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支配收入的下降表明了一个社区购买力正在下降。如果房主没有钱出去吃饭，他们很可能没有现金来维持生活。简陋的房屋拖累了房地产的价值，缺乏现金流也可能导致未来没有支付房屋贷款的能力。没有人愿意住在被法院拍卖的房屋的旁边。危险的信号5，家有贤妻的风格也是很关键的。你可能会喜欢整洁划一的社区风格，这并没有什么错，但是请花一点时间来仔细查看一下，每个住家的花园里面是否都点缀着一些独特的装饰性的小点缀，比如铝制的鸡，或者是风铃，或者是前廊的家具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如果社区里面所有的住宅和美观景观的美化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就说明了业主协会的限制是很严格的，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。然后看一下危险信号6，不准停车。当然，这处房产可能有一个只能停放一辆车辆的车库，但是你的朋友们该把车停在哪里呢？你的配偶该把车停在哪里？如果附近街道上交通拥挤，在该社区买房的时候就要三思而后行了，尤其是如果房子本身没有车库的话，更是这样。我会先看看房子周围有没有停车的地方，最好是在晚上或者是周末去查看，这样的话会真正的看到。一旦你住进那里，你会遇到什么问题？除非你主要是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上下班，或者是你喜欢在周末绕着街区转圈找停车位的地方，否则这个社区可能不适合你。危险信号7，周围的房屋有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？一条看起来很混乱的街道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信号。但是你可能也会听说，在最差的社区买最好的房子是赚钱的绝佳机会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最好还是小心行事吧。街道上到处都是破旧的房屋、杂草丛生的院子，还有破损的围栏，这已经发出了警告的信号了。这与财富没有任何关系。低收入的社区也可以像高档社区一样得到很好的维护，这是关于精神方面的。邻居们会对自己的家的外观和保养没有自爱和自豪感，这会降低他们的房产的价值。另外，隔壁房子有诸多问题，可能也表明你想要买的房子可能有比眼睛所能看到的更大的问题。看看街区里面的每一栋房子，看看有没有积水在院子里面，或者门廊上的灯光是否闪烁不停等等的问题。如果这个社区的水管或者是电线线路有问题，你会看到不止一个房屋出现破损现象。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使你损失金钱，增加麻烦，并降低你的房屋的价值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。在中国，很多人习惯了买房就等着升值，但是在美国，市场更注重的是现金流。美国房产的持有成本较高，负现金流的风险更大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正向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的考量。关于房地产最核心的事情永远都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，这与供需没有直接关系。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，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。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这么高，更多的是金融的附加值。
免费获得最新的美国地产投资干货指南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订阅。